出发，怎么来做纯质饮食的推动，然后由企业去带动企业。我们邀请的是益之轩食品有限公司的永续长廖佩琪永续长，欢迎永续长。大家好，各位现场的前辈以及每一位贵宾朋友，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做廖佩琪，然后目前担任益之轩的永续长。那今天很开心认识大家。那我想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原因，应该是我也是一位茹素者。对，其实我之前是一位无肉不欢的人。那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接触到素食。那吃了素之后呢，我发现我的身体健康啦，还有我的就各方面都有一个好转，所以我父亲和母亲他们就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想说怎么会有吃素之后改变这么多，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带着惊讶跟好奇心，想要了解为什么素食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最后他们看到我就是各方面都好转之后呢，他们就跟我一起，现在跟我一起吃素了。对，那就是在我们全家人也都吃素之后呢，我们就想，吃素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让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厂商都可以受益呀？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益之轩也开始发展素食，因此就开启了我们公司的转型的旅程。那也是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和分享的。那首先，我先为益之轩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益之轩是从1980年的时候创立，那今年要迈入第45年。那目前我们在北部共有30间的门市，我们是以多元化的品项来发展。那我们公司的文化是快乐、利他与分享。那自从这几年我们开始推广素食之后呢，就响应 ESG 趋势和永续做结合，我们就重新奠定我们的公司文化为4大理念：健康、永续、环保与文明，这样子的核心基础之下来推广素食。对，那因为我们今年进入第45年，我们就想不断在思考未来的益之轩可以带给顾客和这个世界如何更好的价值还有影响。那我们就参考了一份21世纪全球饮食文明趋势。那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非常了解，现在我们的地球正面临着很重要的，像是气候变迁、地球暖化、水源污染，还有粮食不均的问题。那都是现在的我们还有下一代的子子孙孙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对，因此联合国也会提出了17项的永续发展目标。对，那我们也探究到，就是原来畜牧业是占整体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的14.5%，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所以，身为我们益之轩，身为烘焙业还有食品业的一份子，我们就想，唯有抑制畜牧业的发展，然后才可以对这个地球的永续还有减碳做出一份的贡献。再加上刚才何博士有很多丰富的，现在全球的一些，像是德国啦、丹麦也都是在响应素食。以及我们再拉回到台湾，我们现在也知道台湾有越来越多的人口也开始吃素，因为台湾现在的吃素密度人口是位居世界第3，仅次于印度还有墨西哥。所以纵观这样子的趋势呢，我们公司就很勇敢的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发心要在公司推出一条全素的商品。那我们将它定位叫做新蔬食主义。那它所代表的是一系列无奶、无蛋、无五辛、无酒精、没有任何动物性食材的餐点，还有面包。那我们也希望借由企业还有民众跟顾客一起来携手，为这个世界做一份努力。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新蔬食主义的素食商品是每一个人任何一种素别都可以吃的。那当然要推出这样的商品呢，我们一开始也面临到很大的困难还有挑战。那首先一开始就是公司同仁他们对于我们要推出素食的这个反应，对，因为我们45年来都是生产像就是蛋奶素或者是荤的这样的产品，那突然一下子要
推出全素商品，他们是非常的震惊的。对，首先是我们的面包师傅们，他们等于要颠覆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些烘焙的做法，等于是从零开始，无奶无蛋要怎么样做面包呢？那再来是我们的店长，对，因为我们要推出全素的面包，他们也会担心会影响业绩啦，顾客会不会接受等等，都有这些考量的声浪。但是我们就非常坚信一之轩，我们这企业就是不能够只以盈利作为目标手段，我们要以就是这个善循环的这个永续为出发，我们是真的是这样的发心，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公司内部先做一系列的教育训练，包括了我们有请到永续实力的周博士来我们公司为同仁来演讲有关素食跟地球减碳方方面面的一些关联，然后再让我们的冠军师傅阿斌师傅来教授我们的烘焙师傅怎么样将传统的烘焙手法可以优化到生产全植物系的一些 know how 和一些精髓，就是一步一步从理念开始铺垫到这个技术层面，然后让我们同仁对于素食能够越来越认知跟接受。那我们因为要推素食商品嘛，我们也就必须要在工厂成立一个新的生产线。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吃素的客群呢，他们会很在意，就是不要和蛋奶素的生产线做污染，所以我们就合并了几条原来的生产线，然后并且去购买新的机器设备，还有烘焙道具，那就是这些全新的，只为了生产我们的新蔬食主力的全素商品，让我们的顾客可以安心使用。那我们也很感谢，在3个月之内就让我们可以建立起来，这也是来自我们同仁对公司高度的认同还有向心力。那我们发展全素面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它不只要全素，并且它要有一般面包饮食的正常的口感，不能因为它全素标榜健康。但是它如果不好吃的话，客人还是不会买单的，所以我们就非常的仰赖这2位师傅。那首先在面包的部分呢，就是由我们公司的冠军师傅阿斌师傅，对，他也是很支持公司的理念，他愿意从零开始，然后不断的去想，怎么样用譬如说豆浆啊，还有一些南瓜或者是其他的天然食材来取代优化原本需要牛奶和鸡蛋的技术的方法。对，那其实他一开始在做这些全素面包的时候，一直被打枪。有时候同样一个产品，就是要经过我们10几次的试吃，还有退货，然后终于才会达到我们理想中的标准。那这几年我们发展6年来，大概到了第3年的时候，他才渐渐的掌握到烘焙全素面包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现在它的研发速率就很快。我们除了将原来的台式像是菠萝面包啦，还有丹麦系列的面包都可以翻转成全素，那我们也诞生了几支，就是以天然食材做成像是流心绿拿铁等等一些比较创新的否素食优势的面包。那再是甜点的部分，因为大家应该有吃素的贵宾应该都知道，素食甜点在素食界是门槛非常高的，对，因为以往的素食蛋糕都会觉得口感上比较像是比较扎实，对，没有一般蛋糕轻盈的口感。那我们就特地和绿带 Green Bakery 的这个曹思培主厨来聘请他当做我们的甜点顾问。那曹思培主厨他也非常的用心。像今年的母亲节蛋糕和父亲节蛋糕，他都不断的挑战他自己的天花板，然后已经我们现在推出的全素蛋糕体，已经可以达到像一般饮食有加蛋奶的那种戚风蛋糕的绵密、轻盈，还有空气感。对，所以大家如果有路过一之轩的话，也可以进来品尝试吃看看，来广告一下。对，好，那这边那再是对于我们顾客的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的约一之轩经营45年也有培养了很多的
就是忠实顾客。那他们一开始看到我们的全素商品，当然会有一点迟疑。而且我们有就是因为全素的话，有就是替换掉一些比较老旧的商品。那当他们发现他们吃不到他们以往的蛋奶素的面包的时候，我们还会收到客人的投诉，说要我们把原来的一支宣还给他们。对，但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坚信这一条路是对的，而且一定要继续走下去，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和顾客沟通，然后不断的坚持我们的美味还有健康的原则。所以这几年发展下来，也受到了一些媒体的关注，还有 IG 网红的肯定。那现在我们也常收到顾客的来信，就是谢谢我们带给他们全素的商品。那像我们有一些门市在第一行下跟第二行下。那有常看到一些客人，他们就直接拿26寸的空的行李箱，然后就来我们门市，然后购买面包，把那个行李箱都装满。对，所以我们就这样，我们出国就可以很方便的享用面包，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为顾客做这样子的服务。对，那这边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公司除了一枝轩内部在发展素食之外呢，我们也希望素食不要只有面包，也可以有更多的面向让我们的大众来了解。所以我们就相继在2022和2023年的时候，又开展了2个植物系的品牌，一个是 Believing 植物系生吐司专卖店，还有支出永续厨房。那 Believing 它是以质感生活的样貌，我们是用比较精致的生吐司，然后带领大众度过一个比较简约的质感生活。那支出植物系永续厨房呢，它是用就是原食材，然后来演绎我们比较无国界的料理，那都是很清爽、很舒心的。也欢迎大家有经过东区的话，也可以莅临我们这2间门市。那我们发展素食到现在已经第6年了。那我们因为几个品牌新创的成功，包括我们今年又展了一间支出拉面店，那就让我们觉得说一定要再度回归到一枝轩，然后让更多更全面性的植物性面包可以让顾客享用。但是我们自己也知道，还有很大群的顾客，他们可能自己本身没有吃素，所以他对于素食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觉，所以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沟通。那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启动了一枝轩优质学院，它是一个新的行销模式。那藉由优质学院呢，我们会用比较年轻还有创新的手法来跟顾客沟通。譬如说，我们会制作一些小标语放在门市，然后用一些譬如说我们用你如果把全素面包当早餐的话，就是相对于减碳，可以帮地球减碳390公克。然后再就是我们有推出一个，因为有些人不吃葱，我们就会用青江菜来取代葱面包。对，那我们也会再去介绍青江菜它背后的一些钙质啊、维生素，对，以及一些就是我们会借由美味还有健康的诉求，来跟顾客一起学习怎么样过优质的植物性的质感生活。对，那我们包括在我们的门市，我们也会秉持在4大理念之下，用健康、永续、环保与文明来装饰我们门市的理念墙，还有发送这个小卡片，让顾客到我们一枝轩每一次的体验都可以增加他对植物系生活的了解，让吃素变成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件事情。对，那目前我们公司转型至今，已经在各个面向产品类别都有一定的成果。那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无肉了。那未来的话，我们会再朝更全面性的植物系的商品来发展。对，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目前有的一些小小成果。我们的全素面包从2019年推出至今，已经生产了超过710万个全素面包。那如果用减碳数据来换算的话，我们已经帮助地球减碳超过1000公吨。对，这个是我们跟顾客一起达成的一个小成果。那也希望未来我们可以送给地球更多的减碳的礼物。对，那不止我们的商品要减碳，我们在包装的部分也是会使用有永续认证的 FSC 的纸质，虽然它的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相对减碳来说，可以让我们的礼盒有礼，我们的产品到外面的包装都是都是理所当然，是一个减碳的一个概念。
对，那我们工厂也是在早年就很快导入 ERP 系统。那 ERP 的话，可以加速我们无纸化的一个推动，就是我们全面采用E化，从订单到生产，对，可以帮助我们公司减少不必要的一些耗纸的浪费。那在运输的部分呢，我们也是会从现在开始都会购买有节能标章的运输车，对，因为我们大概北部有20几台的自营的运输车，那我们也会透过 AI 的系统，然后来减短这个运输的路程，降低运输的碳排量。然后这边也在工商一下，就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那因为中秋节一定要吃的就是蛋黄酥，但我们希望中秋节也可以一样落实永续，所以我们这几年就推出了一个全素的蛋黄酥，我们称之它叫做黄金酥。那它里面呢，我就在这边公开分享它的食谱，就是它是用台湾花莲在地的那个南瓜加上地瓜等等，还有黑盐去调味，然后让它可以制作出像是金沙般绵密的口感。那重点是每一颗这个纯素的黄金酥，它相对一颗蛋黄酥可以相对减碳70%，所以我们这个黄金酥标榜的是它可以减碳，但却不减美味，而且背后还有更多来自天然食材的在地的营养价值，对，让顾客可以过一个很美味但是又充满意义的中秋节。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就是未来的一支轩，我们除了就是内部会继续努力的推广植物性饮食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可以串联上下游的厂商，对，只要是不论你是烘焙业的原物料厂商，或者是食品业的供应商，或者是你是自有品牌的一个通路，只要你对于为这个世界更好有一份心力的话，都欢迎加入我们这个优质联盟。那我们会用资源共享，然后协助行销，还有协助研发，一起来帮助，然后也将我们这几年发展的一些发展全素的一些心路历程，也可以来做辅导，对，让一起打造一个全植物的生态系和永续的供应链。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招募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品牌，对，那也希望在座有意愿或者是对植物性很支持的一些厂商店家都可以一起加入，我们可以携手让这个植物系的产业更加的茁壮。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再分享，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吃素，那我觉得吃素对我来说是一个利己又利他，因为我一开始只是抱持着一个想要让自己更好的一个心态，但没想到有机会可以影响家人，甚至帮助影响企业转型，然后现在还可以跟这么多人一起帮助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相信素食是人类一定终究会选择的一条路，然后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植物性饮食。谢谢大家。因为在大台北地区，我的好朋友都在中南部，我要吃一个纯素面包有多难？但是因为一支轩，我可以从5个选项到10个选项，到渐渐的一个玻璃柜全部都是全素面包，是不是造福我们很多？好，真的非常感动。